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师傅。上一个视频呢，我们讲了我们从布尔津出发，开着我这辆本田飞度去往喀纳斯禾木村，然后在山顶遭遇了险车，之后多亏了一个当地的好心人把我拖了出来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继续我们的禾木村之旅。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，就是咱们冬季的禾木村景区呢是免费的，大家开车自驾游的话呢，必须得是4驱加雪地胎才能够进入。那么这个卡子呢就设在喀纳斯机场的附近啊，私家车开到这里呢就会接受一个检查，如果你的车不是4驱车，并且没有安装雪地胎的话，在这里是不允许进入的。从布尔津县到禾木村呢，总共是180公里左右。那么冬季呢，你开车进来的话，从布尔津到喀纳斯机场是102公里。如果你不是开的4驱车加雪地胎的话，那么这也是你能开到的离禾木村景区最近的位置。从喀纳斯机场到禾木村呢是81公里，也就是说这最后的81公里才是最难走的路段，才是要求必须4驱加雪地胎的路段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冬季来禾木村这最后的81公里到底是什么样的，为什么必须得是4驱，并且是雪地胎。这条路在冬天的话呢，来回的车辆比较少，而且我建议大家不要开到喀纳斯机场这个卡子这来再想着要租车，因为在这半道上你就算是租车的话，人家也是从布尔津县派车过来，所以大家还不如直接在布尔津县就把车租好，然后坐他们的车过来。况且你在这个地方也不好停车，我们是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个空旷的地方，但是总感觉这里停车不是特别好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停在附近的喀纳斯机场啊，这个机场特别有意思，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啊。我们开到机场门口的时候，一个大铁门关着，然后一个保安大哥出来把门打开，问师傅坐飞机吗？然后我没有吭气，然后他就把门打开，让我们进来了一个非常小的机场。我们还真看到有一个飞机降落下来了，一个小型的飞机。这个机场是真的是有在运营的，你也可以把车停在这个机场，也不收费。但是呢，有个缺点，就是这个机场每天晚上是关闭的状态，大门就锁了。如果你从禾木村出来比较晚的话，你可能取不到你的车，你得等第二天机场开门了，你才能拿到你的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进景区的这个一个卡子啊，然后2驱车都不让上，你看这些车都是停在这的。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说，你要么在这等，就是当地人的顺风车，你可以坐一下，然后给他一点钱，要不然就包车。OK， 我们包了一辆车，不是包了吧，就是负责接送我们去禾木村。雪最大的时候，你这个车也走不了吧？这个啊，可以走，可是这边都是交通管制，一会儿就下雪就是交通管制，不让走。哦，一下雪就不让走了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这边没有路，就只能坐马达法来去呢。哦，从那个布尔津到，就路过那个双河镇，在那坐个车来，然后就是坐马达法来往上，2天才能到。2天才能到。最近不会再下雪了吧？不下了，后面就是旅游业发展了，路也开行了，就是不用这么走马达法的时候。以前的游客来的时候，坐马达法那场禾木开大2天时间。晚上住哪？我就说他2天才能到的话，路上一晚上要住。你有住地方，你前面过一会儿我们到了，就在那儿住。哦，路上有住宿，条件也是。这里有一个像河谷一样的，下面有个房子哦。这里是夏天很多人过来搭帐篷，石头房子。这里是专门就是铲雪的地方。铲雪的地方的现在。哦。以前是这儿就是刚那个震山的，现在这儿。全是铲雪的车，这都是。石头房子。石头房子，哪地方有石头房子？以前就是这个房子，围着有个石头房子。后面拆掉了那个房子。我们坐的是当地的一个哈萨克族小伙的车啊，我们跟他说好的价格是700元，700元的价格是包我们进出往返禾木村，还带我们在禾木村里转一转，这样子第二天把我们再送出来。一路上呢，也跟这个当地小伙聊天，这个小伙呢比我小1岁，他们家在这个山里面有草场，他呢主要是靠养牛为生啊。我大概问了一下，他养了有80头牛。
80头牛，大家可以算一下啊，一头牛保守估计啊，价值1万5的话，80头牛也是100多万啊。他还说他想换一辆酷路泽，我开玩笑说你卖上几十头牛就够了，然后他摇摇头。大家是不是觉得放牛都很挣钱呢？其实我在没有了解的时候呢，我确实这么认为啊，因为自己家有草场嘛，每年夏天的时候把牛赶上山，然后吃草就行了，就是免费的饲料嘛。其实养牛呢，开支最大的就是饲料这块了。夏天是可以把牛赶到山上吃免费的草，但是冬天呢，他说他80头牛一个冬天要准备20万的草料啊，这一项开支也是很大的啊。然后他80头牛冬天的时候要赶下山，然后找一个牛棚安置，然后还要请2个工人，一个工人每个月开2500的工资去照顾一个冬天，等到来年开春才能再赶上山。所以这么一算，其实养牛的成本还是挺高的。看似简单的放牛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。加东运输是喀纳斯的标站才对，这是喀纳斯这边和睦消息，所以喀纳斯还回到这儿来嘛，是喀纳斯。12月就是免费吃草的话，那就不发财了。要是一年4季都可以吃免费的草，绝对发财了。有没有学校？学校有，小学有。有小学。1到5年级。1到5年级。我们就是以前就喀纳斯上学的学校，小学。你就在那上的？哎呀，星期2、星期3、星期4上学，实在是我就不上了。又到了一个观景台啊，那个地方，这边的森林，这边的树还不全都是松树哎。这边的房子开始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村子，18来村。夏天的话就只能开到这了。开到这儿了。然后买门票。买门票坐在这儿坐观光车。坐观光车再往里面走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和睦景区了。门票多少钱？这儿的102含区间车票，往返的。102含区间车票。喀纳斯是281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路上走的这个路段并不是特别的难走，有些路段甚至连雪都没有。我开我的飞度2驱的车加上雪地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难走的路还在后头。比方说这段路大家看一下，几乎全都是冰雪，而且伴随着这种急弯，坡度还很大。这种路面呢，其实2驱车加雪地胎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停在这里的话，我觉得起步是非常难的，因为坡度很大，你在冰雪路面上半坡起步是比较难开起来的。但是呢，你一直开着不停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，你可以走过这段路。但是呢，万一你会个车，万一你的车出现什么问题，必须要停，对吧？你就很难在这种路面上起步。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往后倒一下，咱们冲一下，是吧？也可以冲上来，但是这条路弯很多呀，你冲上来之后，紧接着一个急弯，是吧？你怎么办？所以还是挺危险的。这些还不是最危险的。这段路呢，它最危险的点在于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天气因素。这条路呢，它时常会下雪，而且这段路上下的雪非常大，而且伴随着风吹雪，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这个雪已经可以下得很深，然后你的车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上面开。所以这条路只要一下雪就交通管制，就不让走了，直到咱们的道路养护人员把雪铲开以后，你才能走。如果说下雪在交通管制之前，你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路段，那么你很有可能被困在里面出不来。
如果是4驱车呢，还能勉强的拼一把，看看有没有一线希望。如果是2驱车呢，就乖乖的投降吧，没有任何的希望可言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，就算是硬派越野，在这里面遭遇了暴风雪，也是被困得一塌糊涂，也是要等外面的车来救援的。这就是这段路为什么不让2驱车进的原因。那边就是滑雪场，野雪牧场。野雪牧场。这是禾木山庄。禾木山庄。这景区的大班车吗？这是？就是，这不到1/5这个大班车夏天。观景台在哪？观景台就那个上面平平的，看到没有？就那个上那个观景台能看到整个禾木村的风景。木乡。这儿有派出所，边防派出所。派出所。是学校这个。禾木小学。那是观景台的台阶是吧？就那个是台阶。观景台像就是走路也可以，坐马拉法的或者骑马上去也可以。骑马在哪找呢？骑马就在那边。游客。现在差不多是下午的7点半，我们终于到了禾木村。趁着太阳还没落山啊，我们赶紧先飞机，先